见过母亲。若是来认错的，便押着裴氏去祠堂上他跪满3日，旁的免谈。3日内，母亲需向裴氏致歉。我向他致歉？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啊！裴氏冲撞为娘在先，怎的还有我同他致歉的道理？母亲觊觎裴氏嫁妆，先是诓骗他立下字据学账，后又贿赂账房先生扰他进城。母亲可知，图谋儿媳嫁妆，按我朝律例，算作偷窃。你不用同我说这些，裴氏就是个扫把星，毁了他裴家不够，来了荣家后又克死了玄州。若不是我们荣家收留，他这种人早就横死街头了。裴氏带来的嫁妆，足够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母亲多次挪用他的嫁妆补贴己用，又说是荣家好心收留，不觉得可笑吗？你放肆！他冲撞我是真，丧夫妻去参加喜宴也是真。他做的不对，老身还罚不得他了。母亲罚他，是为了肃正家风，还是一己私利？您应当比我清楚。荣建学，我与你才是这家人，你为何要偏帮一个外人？荣府上下都在帮母亲，若建学也不闻不问，便是弃礼仪廉耻于不顾。3日之内，母亲需向裴氏赔罪，如若不然，建学会向大理寺陈明情况，秉公处置。人神好清，而心扰之；人心好静，而欲牵之。大人教训的是，切这块酒壶实在难雕得很。真常因物，真常得性，常阴常静。只是切碎玉半，倒也配不上大人这般大费周章的戏弄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大人若是想要羞辱我，大可如婆母那般，让我在宗祠跪上几天，不必屈尊降贵的给我希望，再轻声毁了。大人，放过我，放过我。江慧，属下在。去书家取宣纸来，我用光了。几十张宣纸没写出一遍完整的清静经。江慧吞了口唾沫，低低的应了声是。张正抄完的100遍女德女训已经是第2日黄昏了。期间他昏死过去几回，又被江慧用泡过薄荷的水冲醒，继续写。张正最后是让下人抬下去的。抬出府的时候，荣建学没让人刻意避讳，荣老夫人那边自然而然地便知道了消息。一时间，荣老夫人宅院的下人纷纷噤了声，哪里还敢再找裴氏的麻烦？连着2日，西院那边都没什么动静。听说是二娘子风寒未愈，不便见客。饶是3餐饮食都是红药从膳房取来送到卧房去的。江慧去膳房守着，总算是蹲到了红药。红药姑娘，好久不见。见过江大人。红药姑娘，听说二娘子染了风寒，在宗祠归了几个时辰，外头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，二娘子就算是铜身铁脑也不够折腾的。红药姑娘说的是，这是我家公子特意请人调配的金疮药，二娘子手心不是受伤了吗？这个药效很好的。不必了，我家姑娘已经瞧过大夫了，这药膏江大人自己留着吧。红药姑娘，红药姑娘，我家公子有话想跟二娘子说，不知道二娘子什么时候身子好一些。之前我们姑娘想说不让说，如今姑娘与长公子没什么好说的。什么叫想说不让说啊？再怎么说也是二娘子扶丧期赴宴坏了规矩，公子这才想着警示二娘子一番的。公子也不知道张震教了哪些东西，说到底也是二娘子犯错在先呢。二娘子犯错在先？若不是那沈家小姐放出消息跟姑娘说找到了二公子的下落，就是八抬大轿请着，姑娘也断不会去参加那老身子生辰宴。东院书房。公子，属下刚刚去神府问过了送帖的小厮了，
小厮说确有其事，是沈小姐让他这样传话的。荣建雪极少做错事，学术也好，奏折也好，处理公务也好，再繁杂的事物他也能条条理顺，从无纰漏。但他误会他了，不是一次，是2次。他斥责他朽木难雕，不堪大用，又言之凿凿批判他不该去沈府赴宴，做了错事。其实高高在上，先入为主的人一直都是他，就好像那些关于裴氏的传闻，他虽不在意，但到底竖了耳信了几分。所以他最开始对他的态度就不够公正。姑娘，今日江侍卫拦下奴婢，奴婢照您说的都告诉他了。他手心的伤口好得差不多了，张正被处罚的事他也听说了，或者说荣建雪没有刻意遮掩着，本就是存了想让他知道的心思，他在道歉。说道歉其实也不准确，只是荣建雪没将这件事压下去，本也就是变相在向他解释。他事先对张正教授女训一事并不知情，可偏偏此时洪耀告诉了他另一件事，他去沈府也是受人蒙骗。如此一来，他成了完美受害者。他很期待荣建雪的反应。如今这是又在卖什么药呢？不过这倒也是个好机会。3日没有出门，如今时机正好，我要去瞅瞅荣建雪的风筝线。见过婆母，见过大人。阿旭，你来了，快坐快坐，来坐婆母身边来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别站着呀，阿旭，快坐快坐，我与建雪都在等你呢。啊，多谢婆母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谢的？其实啊，婆母早些时候就想着重设家宴了，只不过一直耽搁了。今日正好月底，婆母便请你们一起聚聚。说着，荣老夫人给裴京旭夹了一只虾子，笑得和蔼。裴京旭笑着抿抿唇，什么也没说。裴京旭其实不太喜欢吃虾，准确来说是不喜欢剥虾。从前在裴家时，都是爹爹和弟弟剥好放到他碗里，又3请5哄，他这才肯赏脸吃几只。他被养娇了，来了荣府后一只虾子都没碰过。怎么了，阿雪？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婆母哪里做的不好，你不爱吃？这老太太今天是怎么了？谢谢婆母，婆母也吃。说着，他也给荣氏夹了菜。荣氏笑了笑，这才没再盯着他碗里那只虾。风寒好些了吗？裴京旭愣了愣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荣建雪素来恪守这些规矩，哪怕是在家宴上，他也极少搭话。裴京旭来荣府1年多，这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荣建雪在餐桌上主动开口。我请太医院开了些伤寒药，饭后我让江慧送去。已经好多了，不劳大人费心。拒绝的干脆。荣建雪闻言微微颔首，也没再说什么。荣氏眯了眯眼，以为是荣建雪故意在给裴京旭撑腰，眼中闪过一抹阴狠。也怪婆母心急，不该一气之下让阿旭跪了这么久的祠堂。只是阿旭你丧服未满，不该去赴喜宴，婆母也是太生气了，你莫要怪婆母。母亲，她去丞相府并不是为了……大人，大人，这个菜好吃，您尝尝。你说她去丞相府不是为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记错了。荣氏压下心中疑惑，没再追问。一场家宴最后气氛便稍显古怪了。
谢大人。母亲在向你道歉。他开口解释了荣氏今日的异常举动。裴京旭愣了愣，反应过来，多谢大人。他自然知道，依着荣氏那脾气，若不是荣建雪逼迫，他怎么可能跟他道歉？刚刚家宴上，为何不让我同母亲解释？妾不想让婆母和丞相府之间生了嫌隙。说到底，也只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罢了，您不必替我解释的。并非无足轻重，事关你的声誉名节。大人言重了。夫君离世后，这些东西于我而言，也没有什么要紧。还有，妾已经知道张正的事与大人无关，是我太意气用事了，希望大人不要生阿旭的气。你其实不需要向我道歉的，你没做错什么，你只是曾经信任于我，如今这般致歉，就好像是在为当初曾信任我道歉，这算什么？是我没有物色好人选，你不必同我致歉。还是要的，确属实驽钝不堪，给您添了许多麻烦，妾之后不会再给大人添麻烦了。若无他事，妾就先告辞了。裴京旭说完没再看他，转身离去。他不能再逼他了。现在这一步是他们如今这层关系他最多能够做到的程度，再往前走一步便显得刻意了。裴京旭需要让荣建雪自己想清楚，他要让他主动走向他，这样他的引诱才有意义。他不可能掰断荣建雪这株刚直不阿的竹子，他要让竹子甘愿折腰向他而来。所以接下来他能做的就是添一把火。刚回了西院不久，江慧便来求见了。二娘子，这是我家公子让我交给您的。裴京旭愣了一下，这是白蒸虾？呵呵，这是公子刚刚让属下去四美斋点的，四美斋做的海味一绝，二娘子您尝尝。这虾壳已经剥掉了。是，据说是因为有些客人不想因为剥虾脏了手，四美斋便有专人来剥虾壳下线。二娘子可以尝尝，若是喜欢，改日属下再给二娘子带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，替我谢过大人。好，那属下便先告退了。直到江慧离开，裴京旭的视线还是没有从那盘白蒸虾上移开。他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荣建雪其实是一个洞察力近乎恐怖的人。他不过是当时在餐桌上扫了一眼那油乎乎的虾壳，荣建雪便能猜出他不爱剥虾壳。不过这也恰恰说明荣建雪对他上心了，这对于裴京旭而言可当真是个好消息。一连几日，江慧又来过几次，每次都来送些点心菜肴，皆是从那一座难求的四美斋买来的。只是令他不解的是，怎么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京城中还没有传出关于他的闲话？为何这么久了还没听到传言？姑娘，您还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啊，江侍卫没跟您说吗？您那日去丞相府赴宴之事被长公子压下来了。压下来了？他居然替我拦了下来，怪不得这么久都没有听到传言。那沈从月知道，不得气得昏过去了。哼，谁让他想要陷害姑娘来着？他活该。去，给我请个账房先生来。姑娘想找个什么样的？找一个演技好的。公子，您这账本翻来覆去看了几日了？之前就是教太子功课，也不必做到这种程度吧？他从前没学过看账，与太子自然不同。那公子打算何时告知二娘子，您要亲自教授他看账？明日吧，他的手应该也痊愈了。江慧嘿嘿一笑，没再说话。啊，
公子，二娘子在府外，似是在等人。荣建雪顿了顿，起身掀开车帘，下了马车。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见过大人，妾在这里等人。朋友吗？是先生。什么？妾托人在外面找了一位账房先生，今日是来教授我的。荣建学站在那里，并未开口说话，只是垂眸看他。有风吹过女子的发梢，卷起几分茉莉的花香。裴京旭抬眸对上男人的眼神，微微歪头，眼中满是疑惑。大人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妾托人物色账房先生时，那些先生因听是给我上课，便一口回绝掉了。这位先生是妾托了许多人才找到的，妾担心先生不高兴，便先来府门外等着。若因荣府二娘子未出门迎接而动怒，想来也不是什么有品行的先生。大人说的是，只是妾的名声实在不好听，除了这位账房先生，也没有人愿意来教我。我并非是嘲讽你。大人说的并没错，妾恶名在外，又是满城皆知的愚笨，能托人找来一位先生，已经算是幸运了。并不是这样，你顶多也就是爱哭了些，并非什么恶名愚笨。大人上朝辛苦，先回东院吧，妾这里应当还要再等等。荣建雪摩挲了几下指腹，却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拿着账簿抬脚进了荣府。看着荣建雪离开的背影，裴京旭的脸上浮现一抹笑意。今晚他就要让荣建雪心甘情愿地教他看账。东院书房，荣建雪自回府之后便一直在书房处理公务，就连午膳晚膳都没用，也没从里头出来过。公子，你要不要吃些东西？房间里的男子并不回答，江慧耳力好，隔着房门也能听到房间内传来沙沙的写字声。叹了口气，公子若是不想理人，江慧也没辙。公子，咱要不要去西院看看啊？属下刚刚去厨房遇见了红药，红药姑娘说那账房先生从清早一直教到现在，二娘子还没有休息过呢。书房内沙沙的写字声停下，但江慧并未听到脚步声。许久，他既自己做了选择，便不必替他干涉。江慧挠挠头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江慧无法，叹了口气，只能在书房外守着，时不时的去西院那边瞧两眼。外头更夫的铜锣响了3声。公子，那账房先生刚刚离开了。书房内，男人嗯了一声，烛火晃动2下。看来大人今晚准备在书房歇下了。二娘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江侍卫，大人他睡下了吗？啊，公子他何事？大人，打扰您休息了吗？今日公务多，还未休息。今日先生交给我一些东西，妾实在太笨了，没有听懂，先生也不愿意再讲第2遍，所以我想问问您有没有时间。若是大人公务繁忙，那妾便不打扰了。进来。江慧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荣建雪，一时间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裴京旭也抬眸看向灯火下的男子，他有些惶恐地摇摇头。妾在院子里教便好。二娘子，公子让您进去呢。那妾打扰大人了。不是来问问题的吗？对。
这里。你今日一天时间，便已经学到四柱清册了。这些我不能学吗？四柱清册、龙门杖、跛行杖都是比较晦涩难懂的账目。你今日第一天进度这么快吗？既然如此，旧管、新收、开除这些基本内容你都学会了？先生并没有教这些。所以你大费周章请来的这位先生没教你最基本的记账话术，反而教给你这些偏门晦涩的内容。抱歉大人，耽误您的时间了。你究竟是从哪里请来的账房先生？单单是先教你四柱清册就知他学艺不精，既不知该如何挑选先生，为何不来问我？一整日学了这些急缺熬牙的内容，如今听不懂想起我来了。裴京旭低着头没有答话。他又不说话了，同上次一样，只是低着头不肯应答。手腕上的佛珠又开始发烫，荣建雪微微合眼，尝试让自己的语气温和一些。抬头，同我说话。抬头，同我说话。可他没等来他抬头，比他抬头更先到来的是一滴泪。一滴泪毫无预兆地坠下，正落在他扣在桌案的手背上。荣建雪猛地收拢五指，袖间的佛珠碰撞在一起，发出稀疏的闷响。书房门是敞着的，叶枫衔着花瓣登堂入室，甚至不等他招架，便止于一阵花香，又清又痒，比腕上的佛珠更加烫人。他又哭了。荣建雪的手往回收了手，他看着自己的手背一时正神，很烫，像是要透过他的肌肤刺入皮肉，钻进他骨缝的旧痂一般。荣建雪后知后觉地蜷了蜷骨节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冷碎的眸中闪过一份类似妥协的情绪。我写一份课时安排给你，明日你让他按照上面的安排交给你学长。说着，荣建雪转过身去，想要去书架上拿纸，只是他的步子并未迈出去，下一秒，一只软软的手抓住了他宽大的衣袖，一如那日雨夜在宗祠中他抓着他的衣摆，声音清细地说阿旭跟你走一般。大人，帮帮阿旭。男人定定地站在原地，动也不动，衣袖上的力道分明轻浅，但被他拉着荣建雪未挣脱半分。莫名的，荣建雪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燃灯寺修学时，曾问过妙范师傅一个问题：何为滋味？欲一切众生乐，拔一切众生苦。大人，帮帮阿旭，除了你，阿旭不知道还能依靠谁了。众生有苦，众生无乐。他看见了他的苦楚，衣袖处的力道轻如鸿毛，他哭着像是在虔诚地参拜自己的神佛。荣建雪缓缓回身，长身玉立，从高处俯视着那泪眼朦胧的女子。他抬眸看她，眸中的烛火连同泪光晃动几下，仿若星辰，如同山寺中幽怨的佛音。佛陀善目，菩萨低眉。辞了他，我来教。蓦地，荣建雪仿佛听到遥远处的佛陀轻叹一声，道了一句：“我佛慈悲。”姑娘，您回来了。明日告诉那个账房先生，不必来了。是，姑娘。咱们接下来怎么做？前几天太子沈千帆是不是被官家罚跪了？姑娘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这事前不久传得沸沸扬扬的，据说是太子殿下治理流民不力，导致京城许多粮贩哄抬物价，引得流民不忿哄抢，官家罚了太子殿下在金銮殿外跪了2个时辰呢。裴京旭闻言轻笑一声，他自然记得，他还记得太子沈千帆也是白书童的群下臣之一。
当年太子沈千帆因为各处粮贩都不肯卖粮，便将主意打到了裴京旭名下的粮铺上。沈千帆深夜派人扮成盗贼，抢走了他粮铺中所有粮食。粮铺是他嫁妆的一部分，被人抢走后，荣氏对他更加看不顺眼，教训他不懂经营，将他名下其他商铺全部归到了自己的名下。再后来，白书童回京后，沈千帆对他一见钟情，在得知他裴京旭欺辱自己的心上人后，多次派人陷害敲打他，还在一次宫宴上让他当着文武群臣的面给白书童献艺。沈千帆，这一回我倒想看看你还能不能在我手中毁了我的铺子。把那些铺子里的假账本都拿过来，明天我要让我的父兄过过目。是。翌日清早，荣建雪上朝回来后换了身月白长袍，书房内的熏香换了更清冽些的沉木香。公子，您不是跟二娘子说下午再来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开始准备了？他已经耽误半个月了，进度要加快一些才行。只学会看账还不够，他与母亲立的字据中还有经营商铺这一项，所以还要找时间带他去铺子亲身学一学。其实时间很紧，要将那些内容联系在一起，才好节约些时间。长公子，外头有一位公子求见。谁？他并未说名字，只是让把这枚令牌交给您。荣建雪看到令牌的一瞬间，眸光微冷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学生见过少夫大人。胡闹！太子殿下身为一国储君，怎能不带侍卫独自出宫？少夫大人安心，有暗卫跟着，学生不会有事的。今日京城刺客众多，丞相与微臣皆遇了刺杀，刺客分明是向着殿下您来的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学生明白，学生明白。只是父皇这几日心情不佳，说学生不懂治国之道，让学生多跟少夫大人学学。殿下若有不解之处，可在宫中问询，不该只身出宫来问。皇宫无聊，学生就当是出来走走。关于先生前几日教的治国论，学生确有几处问题想要向先生请教。荣建雪走出书房，指了指庭院树下的石桌处。去那儿说吧。一个上午，沈千帆都在向荣建雪请教问题，直到过了午时。殿下第3篇目的内容还不熟悉，回去后需继续熟读了解。多谢先生教诲。另外，有客人啊。沈千帆怎么在这儿？原来前世沈千帆曾来过荣建雪的住处吗？裴京旭知道荣建雪是沈千帆的老师，只是没想到沈千帆身为太子，竟能屈尊降贵来臣子的宅院。大人，要不阿旭晚些时候再来？不必，已经结束了。回去好好温习，明日我再来检查。谨记先生教诲。大人用午膳了吗？无碍，先讲课吧。裴京旭也没阻止，点了点头，跟随着荣建雪走进书房。你功课落下太多，今日讲的内容可能会多一些，若有不懂的地方，打断我提问便是。好。翻开账簿，荣建雪将账本推到他身边，自己没用任何辅助，流利清晰地讲述了起来。如果认真算的话，裴京旭学账应该有15年了。饶是裴京旭这般精通账本账簿，在听到荣建雪的讲授时，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确实聪明，由浅入深，化难为简。即便是当时困扰了裴京旭3两天的问题，荣建雪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能一目了然。这人确实适合做先生，若是日后有了机会，还真想叫他几声荣先生，看看他会如何自处。这一段有不懂的地方吗？没有，大人讲得很清楚。荣建雪闻言稍稍移了移视线。我讲得快了一些，你若是听不懂，尽可问我，
不必顾忌什么。真的没有，大人比之前的先生讲的都要清楚，阿旭好高兴。今日便学这些，你回去再看一遍，若是再有不会的，明日可一并拿来问我。多谢大人。大人要吃点东西吗？无碍，我这里还有些公务没处理完，你先回去吧。那阿旭就先告辞了。他走出书房，离开了东院。回到西院后，裴京旭扔下书本，一刻也没闲着，就吩咐红药：“走，随我去厨房做点点心。”啊，现在做点心？姑娘是饿了吗？不是我饿了，是有人饿了。姑娘，这是又要给江侍卫送点心吗？这回要给他主子尝尝。装好点心，他并没立刻提着食盒去找荣建雪，而是回了西院等了等时间，直到红药来禀报说看到江慧去厨房取了碗膳回东院的时候，裴京旭这才带着食盒往东院走去。啊，大人，您在用膳啊？怎么了？是有问题没听懂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来，妾虽听江侍卫说大人不吃外边的吃食，但看您一整天没吃东西了，还是在厨房做了点心送来。只是妾做的有些慢，看来大人是不需要了。既如此，那大人请慢用，阿旭就先回去了。倒也不至于这般严格，留下吧。倒也不至于这般严格，留下吧。大人愿意尝尝吗？刚刚吃的腻了些，正巧解一解。荣建雪对甜食倒谈不上多喜欢，只是看到他笑得雀跃，也稍稍捻了捻手心的佛珠。裴京旭看了一眼男人身后一口未动的饭菜，没有揭穿。裴京旭从里头拿出几碟点心摆在荣建雪面前，眼睛亮闪闪地看着他，似乎很期待他的评价。荣建雪看他一眼，低头挑了一块尝了一口。好吃，甜而不腻。是娘亲以前教我做的，说我虽然嫁人了，但有个手艺也能讨婆母喜欢。只是嫁到荣府之后，婆母从未尝过我的点心。大人是荣府第3个愿意吃阿旭点心的人。第3个？对，大人之前只有红药和江侍卫尝过。裴京旭笑着点点头。原来二娘子做的这么好吃的点心，我居然是除了红药之外第一个吃到的，太令人感动了。又想起之前怎么想容二娘子的，江慧觉得自己真该死啊。好，这些我会留着慢慢吃。大人如果喜欢，下次我还给您做。阿旭还会做许多样式的糕点，只是这次时间匆忙，只做了这些。大人下次想吃什么样式的？荣建雪垂眸，视线从那几碟点心上扫过，长睫下眸光动了动。荣建雪轻声开口：“想要与他们不同的。”啊？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对点心不挑，都可以。那下次给大人尝尝新尝试的糕点，红药跟江蕙都没有试过呢。男人闻言，冷色的瞳孔稍稍紧了一分，他微微颔首，只道了声好。裴京旭放下餐盒，告辞离开。他转身时，嘴角浮起一抹得逞的笑意。想要引诱一个人，最循序渐进、不易察觉的方法，就是潜移默化地进入他的生活。起初只是不起眼的小事，随后慢慢扩大，吞噬他独处的空间。至少现在，裴京旭对自己撩拨荣建雪的进度十分满意。是夜，荣建雪翻开了裴京旭带来的账本，这些账本是他名下商铺交上来帮助他学习经营铺子的，但他只是翻看一页，脸色一沉，便将账目合上了。荣建雪眯了眯眼，眸光稍沉。他素来清楚母亲爱财，只是荣家虽不算富可敌国，但单是地位与权势，在京中也鲜少有人能够比拟。
没想到母亲竟犹不满足，为了得到她的嫁妆做到这种地步，荣建学捻了捻手心的佛珠，也该给母亲个教训了。大人，阿旭来。沈千帆怎么也在？见过荣二娘子。裴京旭深吸一口气，压下眼中的戾气与阴狠，只露出几分懵懂的茫然。他下意识地向荣建雪投去询问的目光。是来求问的学子。二娘子叫姑，叫在下远州便好。远州公子，大人要是忙的话，阿旭先去书房等着。不必，已经结束了。荣建学起身，将手中的那枚黑子落在棋盘中。先生，你也不能这般笃定吧？只是他看了许久，最终却是摇头轻笑一声。是学生输了。在下久闻裴二娘子大名，都说二娘子是京城第一美人，如今看来所言非虚啊。裴京旭藏在袖间的手微微收紧，眼底闪过一抹冷意。沈千帆这个人就像个笑面虎，明面上对谁都是一副好说话的模样，背地里可以不动声色地捅你一刀。远州公子谬赞了。听说二娘子在跟长公子学习看账，二娘子若不嫌弃，在下也会一些，可以教二娘子些经验之谈。你该回去了。你攻势太猛，操之过急。这几本棋谱你拿去看。多谢先生。那便不打扰二娘子了。二娘子若有需要，尽可来询问在下。沈千帆又朝荣建雪微微躬身，便转身离开。荣建雪是太子太傅，如果想要沈千帆不敢动我，那荣建雪这条大腿可要抱得紧紧的。这位远州公子是您的好友吗？原本荣建雪站在裴京旭身后，他突然转身，荣建雪没来得及后退，两人之间的距离便有些近了。轻软的茉莉花香传来，荣建雪太阳穴跳了跳，不动声色地向后退了几步。算不上好友，只能算是半个师生吧。那我与大人也算半个师生。荣建雪眸光稍动，他又稍稍往后退了2步。也算。走吧，要开始今日的课程了。说完，他侧过身往书房中走去。今日便学这些，明日上午休息。你下午来找我便好。好，正好我与红瑶约好了，明日要去布庄做几件衣裳。出门多走走是好事。大人要不要做身新衣裳？我去布庄时可以给您挑一匹布。不必，月初母亲才送来几身，还没穿过。那阿旭便先回去了，就不打扰大人了。先生，明日见。先生，明日见。明日见。这位姑娘想看看什么料子？你们店里有没有素淡一些的？料子要最好的，价格不是问题。姑娘，您瞧，这是江南那边新到的天云纱的料子，这料子细得很，所以不能染艳色，只这自带的银白都流光溢彩的，您瞧瞧。裴京旭在裴家时候再好的料子也见过，如今这料子一上手，也只能说还行。这块料子拢共2匹，另外1匹昨日就被丞相府的千金买走了，说是过几日七夕灯会要穿呢。七夕灯会，长安城的七夕传统，每年的七夕灯会上都会选出一位女子作为织女，在高台上献舞，寓意赐福男女修成正果。上一世，沈从略成为了织女，却在献舞时将她拉上台，美其名曰伴舞。
最后却诬陷他将沈从月推下高台，引得百姓唾骂，人人喊打。丞相沈安山爱女心切，直接找上门去说他裴京绪嫉妒好胜。最终他让裴京绪在荣府门前给沈从月磕头致歉，这才罢休。这一次他倒是很想看看沈从月还能不能成为织女。这批布料我买了。得嘞得嘞，我立马给姑娘包起来送到府上。你跟着他一同将布料送回去，我再逛逛就回去。是，姑娘。老板，这个东西怎么卖啊？姑娘您喜欢这个？对，我喜欢这个。丑一点才好，丑一点才会让容见雪记忆深刻。嗨，这是瓷窑烧制出来的小东西，原本以为卖不出去的。姑娘若是喜欢，看着给就好了。裴京绪勾唇笑笑，给他扔了1两银子。裴二娘子，好巧。一瞬间，裴京绪身上像是爬满了阴湿的爬虫，头皮发麻。远州公子，许是他常去荣建雪东院的原因，这一世遇到沈千帆的时间提前了太多。上一世时，即便是沈千帆派人抢了他的粮铺的时候，他们2人也并未见过面。是白书童回京之后，本着想要替心上人出气的理由，他与沈千帆才见上了面。他不确定提早遇到沈千帆对他而言究竟是好是坏，但能确定的是，沈千帆比前世更难缠了。怎么今日不见二娘子去东院？裴京绪闻言微微拧眉，疑惑地看向他。今早在下去请教荣大公子一些问题，没看到二娘子。今日休息，所以没有去。不知为何，在下总觉得二娘子似乎十分讨厌我，是在下做了什么让二娘子讨厌的事情？裴京绪后背爬上一层冷汗。妾只是觉得，妾身为内宅女子，远州公子是外男，还是应当避讳一些。二娘子这话说的，细细算来，少妇大人也算是外男，为何不见二娘子同他避讳？二娘子这话说的，细细算来，少妇大人也算是外男，为何不见二娘子同他避讳？我与他是一家人，远州公子与妾不过几面之缘，如何作弊？沈千帆嘴角的笑意缓缓消失，他看着裴京绪，眼神好似什么淬了毒的蛇蝎一般。裴京绪抬眼对上他的眼神，避也不避。许久，沈千帆笑出声来。二娘子说的有理，是在下唐突了。日头大了，二娘子早些回去吧，在下告辞。远州公子慢走。直到看着沈千帆消失在视线中，裴京绪才终于像是泄了力气一般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后背出了一层冷汗。裴京绪也是在这一瞬间意识到，他要抓紧时间抓住荣建雪了。整个画本的男主男配都是围着白书童转的，裴京绪唯一能倚仗的人只有荣建雪了。你学得很快，也很扎实。过几日等你掌握了基本内容，我便带你去铺子学习经营。大人，我觉得你好厉害啊！旁人都说阿旭笨，大人却能让我懂得这么多复杂的东西。你并不笨，之前只是先生教授不当，与你无关。裴京绪不好意思地抿唇笑笑，却是歪头看他，眉眼染笑。怎么了？是今日的课程有哪里没听懂吗？大人，阿旭给你看样东西。荣建雪微微颔首，裴京绪将2只手握拳伸出来，像是什么宝贝一般，缓缓打开手掌，一只呆呆丑丑的貔貅笔托便出现在荣建雪面前。荣建雪微微一怔，有些没反应过来。大人，好看吗？男人并未说话，他稍稍抿了抿唇，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。哼，刚刚回来的时候，红阳看到这个笔托，非说它丑。大人，你觉得它可爱吗？荣建雪长睫颤动几下，视线从那只貔貅的身上缓缓移到了女人认真求知的脸上。仔细一看，
还挺可爱的。我就知道大人一定喜欢，我回去便告诉红药。裴京旭说着，便将笔托放在了荣建雪的桌案上，还煞有介事地摆了摆位置。怎么放在我这里了？啊，因为这是阿旭买来放毛笔的呀。阿旭只在大人这里用笔比较多，所以就想着放在大人这边方便一些。裴京旭愣了愣，似乎不太明白荣建雪为什么会这么问。荣建雪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，裴京旭却好像明白过来。大人，是不是觉着这东西摆在这里不太合适？我仔细看了看，这小貔貅好像确实也不太可爱。阿旭把它放去西院吧，大人的桌案上放这种东西确实不太好。说着，裴京旭有些尴尬地收拾起书本来。荣建雪微微一怔，见他起身要走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轻轻抓住了他的衣袖。他其实并不总是怯生生的，也并不总是爱哭。若是与他相处久些，他有些安全感便会如同新来旁人的幼猫，从桌子底下钻出来，兴奋激动地向旁人展示他捕猎到的宝贝。但现在他好像又如刚被舍弃一般，钻回到了自以为安全的桌底，小心翼翼，谨小慎微。轻纱质地的袖裙捏在手上，仿若水流一般，只是一下，荣建雪便下意识地松开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刚刚只是在欣赏它，没回过神来。你自然可以放在这里，没有说谎，它很可爱，不会格格不入。大人真的觉得大黄很可爱吗？大黄？就是我给这只貔貅起的名字。对，大黄很可爱。那我就把大黄托付给大人的书桌了。好。离开东院后，裴京旭原本雀跃的笑脸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嘴角得逞的笑意。谁说礼物一定要送到荣建雪手上？只要能出现在他的生活空间里，让他每天都能看到礼物就能想到我，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接下来的几日，裴京旭雷打不动，每日都去东院找荣建雪。账本的内容裴京旭自然都知道，不过在荣建雪面前，他还是要注意，不能演得太聪明，也不能太蠢，这样既能不让荣建雪反感，也能最大程度上增加与他的相处时间。七夕前一天晚上，明日可以休整一天。大人是有什么事吗？明日七夕灯会，官府那边需要我来保证百姓安全。明日便是七夕吗？那妾明日也去放盏河灯吧。荣玄州死后，裴京旭会在七夕那日在河边放一盏花灯，聊表衷肠。拳拳思念皆是写给荣玄州的。荣建雪没什么情绪。七夕人多，注意安全。好，大人也是，注意安全。荣建雪应了一声，没再看他，低头整理好书本，起身离开。裴京旭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，微微歪头。不行，不够，这还远远不够呢。一块布料制成衣裙，对裴京旭而言并不费事。他没用多长时间，衣服便做好了。七夕傍晚，荣建雪出门比他要早许多。裴京旭见时间差不多了，只身出了府门。二娘子，你也来逛灯会了？二娘子，今晚七夕人多，你一个人出来逛吗？我放盏河灯便走。我这种身份确实不适合在这里久留。属下不是这个意思。二娘子，您好不容易出府一趟，不必急着回去。今夜有烟火表演，二娘子可以留下来看看。烟火？是，今晚织女献舞结束之后会放烟火。二娘子若是有兴趣，属下到时候可以提前给您占个好位置。
江慧觉得吃了二娘子这么多点心，也应该回报一下。裴京旭似乎有些异动，但他并未立刻回答，目光流转看向了一旁的荣建雪，似乎在询问他的意见。荣建雪身姿笔挺高大，站在人群之中岿然不动，注意到裴京旭投过来的目光，冷色的眸在烛火掩映下晃动半分。既出来了，四处走走也是好事。可阿旭若是出来久了，婆母会责罚的。无妨，我会同母亲说清楚。裴京旭闻言这才高兴起来，眼睛亮闪闪地看向荣建雪。多谢大人。荣建雪移开视线，看向远处的人流。我要去带官兵巡查了，你注意安全。好。看着荣建雪消失在人海中，裴京旭好心情地勾勾唇往比赛阙楼走去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裴京旭记得带织女献舞时，荣建雪正好巡经高台。前世裴京旭被沈从月诬陷，沈从月坠下高台时，荣建雪与江慧皆在场上，还是他命江慧出手接住了掉下高台的沈从月，才不至于摔伤。也是因为荣建雪亲眼所见，所以即便后来裴京旭一直辩解自己没有推沈从月，也没有人相信他的话。少妇大人亲眼所见，怎么可能有假？那时候荣建雪与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如今裴京旭倒是想看看，若是事情再经历一次，他会怎么做呢？裴京旭自然是打算参加比赛的，但他不能主动参加，否则若是荣建雪问起来他解释不清。正想着要怎么办时，裴京旭，你居然还敢来！打瞌睡，有人递枕头。沈小姐。看到裴京旭的一瞬间，沈从月整个人便暴躁起来。裴京旭，你到底跟少妇大人说了什么？沈从月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？啊，我说什么了？你还敢装傻？定是因为你胡搅蛮缠，颠倒是非，少妇大人才让爹爹敲打了我，罚了我7天没出门，一直在房中抄经。所以荣建雪得知我去神府的真相，竟然教训过沈从月了。想到这里，裴京旭的心情更好。荣建雪真是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，不管是谁行为不端，他都敢出言敲打一番。还以为看在沈安山的面子上，他就这么放过沈从月了呢。沈小姐，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当初我之所以去神府赴宴，便是受了沈小姐的蒙骗，我也不过是将这件事情如实告知了少妇大人。你胡说，不过是件小事，若不是你从中挑拨，爹爹怎么可能对我发这么大脾气？沈从月眼神恶毒，刚刚见到裴京旭时被愤怒冲昏了头，如今再往他身上扫过，沈从月这才发现他竟穿了与他同一布料的衣裳。你这身料子又是从哪儿偷来的？谁允许你用天云纱的？布行有料子，我买到了拿来做衣裳，关沈小姐什么事？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，也配跟我用同样的料子？裴京旭，既然死了夫君，你就应当在内宅好好待着，如今又出来搔首弄姿，是想勾引哪个野男人？沈小姐，我来这里只是买一盏花灯，为我夫君做祈福，你为何说的这般下作？我下作？分明是你做的事上得台面，若不是你命格低贱污秽，怎么会克死你家夫君？还有啊，谁知道你这身衣裳怎么来的？天云纱整个京城只我有这一匹。这沈从月为了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这种谎话都说得出来？裴氏，你若当真喜欢这天云纱，我府上还剩半匹，赏给你也无妨，但你也不至于为了学我，什么粗制滥造的料子都往身上穿吧。我没有学你，这是我自己做的衣服，我也不想跟你吵。站住！谁让你走的？沈从月上前一把抓住裴京旭的手腕。你说衣裳是你自己做的，不如证明给我们看看。裴京旭微微挑眉，压下嘴角的笑意。沈从月扯着裴京旭的手，给他报上名字，按了手印。裴氏，你听说你女工好，别输得太惨，丢了人才好。各位姑娘应当都清楚规则了，最先将七彩线穿入全部针孔中的便是胜者。裴京旭，你放心，等我当了织女上台献舞，
我会让你为我伴舞的。沈小姐放心，等我登台后也不会忘了您的。比赛开始。随着锣声敲响，沈从月立刻拿起针线穿了起来。他的速度确实不慢，不过一会儿的功夫，第1枚9孔针就穿完了。在那七彩线穿过第4个针孔时，只听咚咚的一声，锣声响起。比赛结束，胜者裴氏裴京旭。你作弊！你怎么可能穿得这么快？沈小姐啊，我们这边都是专人盯着的，容二娘子确实没作弊。您穿完第1枚9孔针时，她便已经穿完了，还故意停下来等了等您。裴京旭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？沈小姐，我不是都说了吗？即便我上台献舞，也会邀您为我伴舞的。本姑娘为何要为你这贱人伴舞？你配！沈小姐，您若是不上台，可就连获得父兄关注的机会都没了。当然了，若是沈小姐觉得给我伴舞太耻辱，尽可以离开，我自不会强求。裴京旭，你给我等着！快去七巧台！今年的织女献舞就要开始了。今年的织女是谁啊？哎呦，那还用说，肯定是丞相府的千金沈小姐啊！那是你没看到最后，后面的那位容二娘子才是真的仙子折氏，3枚9孔针，她不消片刻便全部穿进去了。真的假的？今年献舞的织女竟是那容家裴氏？对，而且据说沈小姐自愿为她伴舞呢。远处，容见雪稍稍垂眸，拨捻着手上的佛珠，神情淡冷。公子，都巡查过了，献舞要开始了，百姓都集中到那边去了。那公子，咱们去七巧台那边巡逻吧，那里人多，容易踩伤人。走吧。七巧台后，裴京旭往远处看去，就见容见雪带着巡逻的官兵停在了高台远处。前世容见雪让江悔堪堪接住沈从月，这一世这个距离真的能接住吗？裴京旭心里打起鼓来，他并不是什么算无一策的人，他能够仰仗的不过是知道了话本剧情，能大概猜到剧情走向而已。但是现在他实在不敢确定，若是真摔下去了，容见雪会不会接住他？裴京旭又抬头往远处的男人身上看了一眼，微微合眼，深吸一口气，眸光坚定。那就来赌一把。裴京旭，今日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。随着一声琴声扫过，下一秒，那原本还在议论纷纷的人群瞬间安静噤声。裴京旭轻纱掩面，踩着柔婉的乐曲踏上高台，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他好似折氏的仙子一般，轻纱飘渺，云烟轻绕，烛火掩映中好似星子般熠熠生辉。看台下的众人如痴如醉，一时间竟连呼吸都忘记了。裴京旭轻纱遮面，好似惑人的妖精。沈从月苦练了3个月的舞蹈，全都被裴京旭搞砸了。他的眼中闪过狠毒，却是踏着舞步缓缓朝他靠近。裴京旭收了水袖，向后瞥了一眼，便注意到沈从月正向他靠近。他在高台中央旋转起来，直到沈从月来到裴京旭身边，二人交换了一下位置，纷纷来到高台边缘。沈从月看了一眼高台，又看了一眼远处的容见雪，他一把抓起裴京旭的手，想要借助裴京旭的手将他推下高台。他要嫁祸给裴京旭，可还不等他动作，下一秒，裴京旭带着他的手旋转半圈，在沈从月还没反应过来时，拉着他的手将自己推下七巧台。沈从月身形也没稳住，随着裴京旭的动作一同往台下坠去。失重的感觉让裴京旭无端想起了前世他被人推搡进池的场面，窒息的痛苦传来，裴京旭薄唇抿紧。下一秒，他被一道沉香气息包裹，熟悉的味道传来，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